这个是他阴道吧？小朋友的5岁的阴道会这么大吗？不会吧？关键就是怎么会这么大？你有看到他的处女膜吗？怎么弄到？他自己弄到。他自己弄，自己怎么弄？如果你们售后清楚，可能会报警的哦。5岁小女孩因下体血流不止被紧急送医，眼前的景象让接诊医生都感到难以置信与震惊。但此刻首要任务是确切掌握孩子的生命体征。经过一系列细致的检查，结果令人心惊，女孩的会阴部位遭受到了严重撕裂。然而，陪同前来的母亲对孩子为何受伤竟全然不知。会阴撕裂伤你怎么弄的？啊？你有受伤吗？有啊。怎么伤的？问你啊。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哦。鉴于出血量巨大且仅凭肉眼难以定位深处的出血点，医生在进行紧急初步止血处理的同时，迅速启动了多学科会诊，紧急呼叫妇科与泌尿科专家前来支援。在等待专家会诊的间隙，医生面色凝重地向家属通报了病情。医生指出，正常情况下女性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此类撕裂伤，而女孩会阴旁那道触目惊心的裂口，意味着她必须立即住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。但在治疗开始前，医生必须像侦探一样解开伤情背后的谜团。你们这种会阴裂伤很少见的，如果你们售后清楚，可能会报警的哦。平常谁照顾他呀？他爷爷奶奶照顾。只有小朋友跟他爷爷奶奶2个人在家里面。还有爸爸。还有爸爸，你不在家。你怎么弄的？他回房间打的，我们吃饭他不在吃饭，等着房间他一个小时他在睡觉啊。怎么弄到？他自己弄到。他自己弄，自己怎么弄？如果你们售后清楚，可能会报警的哦。面对医生的询问，母亲满脸无奈与茫然。平日里孩子是由爷爷奶奶照看的。据爷爷回忆，事发时老2口正在客厅用餐，孩子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。等他走出来时，下体就已经受伤了。至于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谁也说不清楚。爷爷极力回想细节，提到孩子之前去过邻居家玩耍，但回来时一切正常。平日里这孩子也乖巧懂事，从未有过异常举动。这些零碎的线索反而让医生感到更加扑朔迷离，找不到头绪。就在此时，妇科与泌尿科的专家匆匆赶到，在了解了情况后，专家团队再次对女孩进行了联合检查。5岁啊，才脚一扒开就开始出血。这边也没看到出血。你看，血是深部，对啊。他那个浅表的撕裂口部不可能是小出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他阴道吧？小朋友的5岁的阴道会这么大吗？不会吧？关键就是怎么会这么大？你有看到他的处女膜吗？只有这么小。你肯定是往里面塞过什么东西吧？你说实话哦，小朋友不怕的。没关系哦，不是你的错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。你告诉妈妈就好了，没关系啊。你看这么多人在这里。检查过程中，医生尝试着小心翼翼地询问小女孩本人，但孩子显然受到了极度的惊吓，紧闭双唇一言不发。医生只得让家长先行安抚孩子的情绪，希望能稍后再问出真相。因为他奶奶有那个宝贝的那个长的东西啊，巧克力盒，然后把它绊倒了。我问他说是那个做的那个东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有没有拔出来？那怎么这么长？怎么可能没有拔出来呢？他真是没有。然而，按照常理推断，目前的种种解释都充满了疑点。随后，姗姗来迟的父亲终于赶到了医院。医生在向他详细说明了孩子严重的伤情后，也顺带询问了他相关情况。为了彻底查清真相，医生建议查看相关监控录像。当监控画面播放的那一刻，所有人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。哦，看到了，小朋友自己去弄伤了这个部位啊。原来这一切竟是孩子自己造成的，真相终于大白。这是一起因儿童对身体好奇而引发的意外伤害。这起令人揪心的意外，实则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我们对生命初探期教育的缺位。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假，当我们忙着为孩子准备礼物和美食时，请别忘了给他们一份最重要的礼物——地线意识。孩子对身体的好奇，就像他们对星空的好奇一样纯粹。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引导。真正的保护，
不是把孩子关在无菌的温室里，而是教会他们在风雨中识别危险，用坦荡的科普代替遮掩，用科学的引导填补好奇。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知危险、会避险、平安长大。